既是动轴又是动区间这样的一个题。我既要考虑对称轴，我还要考虑我取值的区间啊。我讨论的时候呢，我要讨论我区间的两个端点，然后画出不同情形的这个抛线。根据图，我们来看它什么时候取到最小值，然后呢列出最小值的方程，我们求出 a 的值和 t 的值。好，这节课就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。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题型，讲题型3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题啊，这个是定轴动区间和动轴定区间的问题。首先，二次函数 f(x) 等于它，你看它的对称轴也不确定，它取值的区间 x 取值的区间也不确定。好，我先考察一下这个二次函数。首先，我观察开口是朝上的，对称轴 x 等于负的 2a，a 是1，负的 2a 分之 b，b 是负 2a， 负号约掉了，2约掉了，就是 x 等于 a，x 等于 a， 这是它的对称轴。x 取值的区间不确定，但是我知道 y 的最大值，函数值最大值是0，最小值是负4。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？大家帮我想一想，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要考察一下x 我令 y 等于0，或者是我把 f(x) 等于 x 倍的等于 x 方减去 2ax 给它分解因式，分解成 x 倍的 x 减 2a， 它和 x 轴的交点令 y 等于0， x 轴上的点 y 等于0，所以 x1 它是等于0的， x2 它是等于 2a 的，它是开口朝上的抛线。x 等于0令 y 等于0的时候 x 等于0 x 等于 2a， 所以呢a 还是个正数，你看开口还朝上，那么我们大致的猜想一下它的抛线 x 取0它和 x 轴交于0和 2a， 对称轴这是 x 等于 a， 所以呢你的 x 的取值在 t 到 t 加2上取值的时候，你最大值就是0，你看我最大值就是和 x 轴相交的时候它取0，最小值是负4，最小值一定是在最低点取到的吗？不一定。那么最小值它是在哪里取到的呢？我要么就是在最低点取到的，它就是负4，也可能呢我是在最低点上边的某一个位置取到的，它是负4。但是呢你绝不可能有比最低点的 y 值还小的，它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抛线的最低点我要求一下，最低点一定是在对称轴处 x 取 a 的时候 y 它是最低点的纵坐标，所以 f(a) 它是等于 a 的平方减去 x 取 a 减去 2a 的平方，它等于负 a 的平方。它的最小值那个负4，你的最低点，你函数的最小值是负4，我的最低点要么就等于负4，要么就比负4还小。也就是你的最小值并不是在我最低点处取得的，你在这儿取得最小值是负4，我最低点还要比它低，我的最低点的这个值还要比它小这样我才能够确保
我是最小值能取到负4，所以由它我们就会得到 a 方是大于等于4的，也就是 a 加2乘以 a 减2是大于等于0的，一个根是负2，一个根是2，大于取两边。a 是个正数，所以这一段我们就舍掉，所以 a 它可能是大于等于2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挖掘已知，挖掘到这儿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进行讨论。我要讨论谁呢？我要讨论 x 取值的这个区间。我首先要讨论它的左端点啊 ，t 的范围我要把它确定。所以若 t 等于0，t 等于0，那么 t 加2呢？它就等于2啊 ，t 加2它就等于2。我的 a 是大于等于2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啊 ，a 是比2大的。你看，建立直角坐标系啊，我画出来的抛线，我的对称轴应该在2的右侧。比如说这个是2，我的对称轴，你看对称轴是 x 等于 a， 它是大于等于2的，可能在2处，也可能在2的右侧。开口朝上的抛线，然后我的一个根是0，一个根是2a， 我们画出来的抛线是这个样子。当我的 x 在它们俩之间取值 t 等于0的时候 ，x 是从0取到2，啊，这个是 t 是0 ，t 加2就是2，所以我的图像只保留这一部分。那我在哪儿取到最小值呢？在 t 加2处取到最小值，所以 f(x) 你的最小值是在 t 加2处取得的。f(t 加2) 带到这里边来 ，t 加2的平方减去 2a 倍的 t 加2，它的最小值是负4，所以它是等于负4的。那它最大值呢？最大值是0，它做到了最大值等于0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t 的值 ，f(t 加2) 其实就是谁呢？就是 f2。我带到这儿，这里边又有 a 又有 t， 此时此刻 f(t 加2) 不就是 f2 吗？把2带到这里来，2的平方是4，减去 4a， 它最小是等于负4的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 a 的值，把4移到左边来，8等于4a， 所以 a 是等于2的。所以 a 是等于2的。好，这是它让我求 a 的值和 t 的值。a 等于2，我们求完了。那 t 的值呢？我已经令它等于0了。所以对称轴呢，恰好落在 x 等于2处，它最低点处取得最小值，完全符合题意。所以 a 的值等于2。接下来我们再考虑，如果我的 t 我再考虑我的右端点 t 加2，t 加2，它要等于2a 呢？我先考虑我的左端点落在这儿，接下来我再考虑我的右端点落在2a 处，因为我的保证它最大值等于0啊，所以若 t 加2等于2a， 这是这样的抛线。t 加2等于2a， 所以 t 呢，它就等于2a减2
此时 t 就等于 2a 减2。2a 减2，它落在哪里了呢？因为 a 是大于2的 ，2a 是大于4的 ，2a 减2是大于2的，所以呢，这个 t 它是落在2的右侧的。2a 减2是大于2，它是落在2的右侧的。这个是我的对称轴，这是 x 等于 a。那么我要让 t 它是 2a 减2，它要么落在这儿，这个呢就是 t 加2，它是等于 2a 的，它落在这儿，所以我的最小值在这儿取得的，或者是我的最小值在最低点处取得，都可以。那么这个时候 f(x) 它有没有最小值呢？有最小值，最小值就是在 f(2a 减2) 处取得的。它在 2a 减2处取得，所以我带到解析式当中，它就等于 2a 减2的平方减去 2a 倍的 2a 减2，然后它就等于-4，最小值。我得到这样一个方程，我就可以求出 a 的值。4a 的平方减去 8a 加上4，减去 4a 的平方加上 4a 加上4等于0。4a 的平方约掉了，它们俩意义结合是-4a，然后是等于-8，所以 a 也是等于2的。所以 a 的取值这两种情形它都等于2。t 等于0的时候呢 ，a 等于2；t 等于2的时候呢，它也等于2。所以综上 a 等于2。让我求 t 的值，那就是这样的我们把两种情形 t 等于0 a 等于2，t 等于2 a 等于2。一共是两种情形。好了，这是既是动轴又是动区间这样的一个题。我既要考虑对称轴，我还要考虑我取值的区间我讨论的时候呢，我要讨论我区间的两个端点，然后画出不同情形的这个抛线。根据图我们来看它什么时候取到最小值，然后呢列出最小值的方程，我们求出 a 的值和 t 的值。好，这节课就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。